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卷《资治通鉴》第18卷。汉纪时，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，一共9年间的历史。武帝元光2年冬10月，汉武帝到雍县祭祀武帝，这里的武帝指的是数字5。前面讲过，原先秦朝设有青帝、黄帝、赤帝、白帝之词，唯独欠缺黑帝。刘邦灵光乍现，认为自己就是黑帝，自己的到来标志着武帝的圆满。刘邦以黑帝自居，这也是汉朝认为自己是水德的一个原因。到雍县祭祀武帝，相当于强化一下武德信仰。这虽然只是例行公事，但汉武帝对神魔鬼怪的世界充满了真诚的向往，所以当李少君大师前来觐见的时候，马上就成为皇帝的座上宾了。李少君原本是申泽侯的门客，景帝时代申泽侯犯了罪，爵位撤销，李少君云游四方，结交王侯。那么在做申泽侯门客之前，李少君到底是哪里人，做什么营生，家庭情况如何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问他的话也问不出可靠的答案，反正他看上去是个老人，孤身一人，无妻无子。如果不是因为有无边法力的话，这样一个孤老头子真不知道该如何生活。李少君擅长的法术是所谓辞灶和却老方。辞灶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祭祀灶王爷，求他老人家上天演好事的民俗，而是炼金术。却老方顾名思义就是长生不老的药方。人们听说了他的本事，就给他各种金银财宝。这在不知情的人看来，只觉得这个孤老头子不是产业，金银财宝却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那不用问，肯定是法术编出来的。这样一来，供养李少君的人就更多了。这种戏码在现代社会还很常见。李少君确实有一套独门绝技，总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玉经四座。某一次他出席完侯田汾的宴会期间有一位90多岁的高龄老人，李少君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故人，说自己曾经和这位老人的爷爷一起在某地打猎。老人大吃一惊，因为自己小的时候确实和爷爷在那个地方打过猎。老人这一惊，在场的所有宾客都被李少君震撼到了。李少君对武帝讲述了方术的功用和神前世界的奇幻，说祭祀灶神为的是召唤鬼神，在鬼神的帮助之下，可以把丹砂炼成黄金，用这样的黄金铸造成锅碗瓢盆，用来吃饭的话，就可以延年益寿。延年益寿之后，就可以见到海中的蓬莱仙人了。等到了见到蓬莱仙人，再去举行封山大典，这样一来就可以长生不死了。皇帝就是先例。李少君又说自己曾经在海上见过仙人安七生。安七生吃的枣有瓜那么大。安七生常去蓬莱，如果有他看得起的人，他就现身一见，如果没有，他就隐身不出。李少君一番话说得汉武帝心荡神驰，甚至可以说深刻影响了武帝一朝几十年间的政策走向。我们需要留意这样2个细节。一，祭祀灶神的传统古已有之，并不是李少君的发明。儒家经典《礼记》里边还写着祭祀灶神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步骤。李少君所做的正是今天传播学所谓的一半熟悉感加一半新奇感，这是最有利于被接受和传播的。炼金术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，前面讲过，早在景帝中6年，也就是梁莽刘武过世的那一年，朝廷制定了一项新的法律，禁止民间铸钱和炼金，违令者死。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人尝试着制造假黄金，但怎么造都不像真金，最后白白赔光了本金，走投无路之下就铤而走险当盗贼去了。所以景帝才颁布了这部新法。民间炼金目的是求财，但李少君一定想到了自己忽悠的这个对象是皇帝，而皇帝有的是黄金，要想让皇帝动心，就必须为炼金术赋予高级意义，让它成为通往长生的桥梁。李少君当时已经是精通炼金术的名家了，但凡头脑没有这么敏捷，估计就会放弃炼金术，想一套全新的骗术来忽悠汉武帝了。
只要有能力不断赋予新的解释，那么旧的事物就永远不会过时。第二，风扇也是同样的道理。风扇的说法古已有之，蓬莱仙山和安七生的传说同样呢古已有之。李少君所做的只是把这些原本不搭界的东西跨界组合而已。也就是说素材都是旧的，但组合方式是新的。用系统论的话说，构成事物的基本元素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元素之间的连接方式。从此，儒家系统里的关于风扇大典的传说就不再只属于儒家了，而变成了修仙道路当中的一个关键节点。连成功者的心理都被李少君看出来了，那就是皇帝他老人家。皇帝在汉朝的地位不是一般的高，作为无为而治理论依据的道家哲学，当时被称为黄老之学。黄就是皇帝，老是老子。医学理论经典有《黄帝内经》，也被认为是皇帝传下来的经典，字字珠玑。其他关于皇帝的传说，还有很多很多。所以当一种理论被归入皇帝的旗下，权威感就陡然而起了。谁敢说皇帝老人家的不是呢？从以上两株细节，我们既可以看到李少君不凡的说服术，还可以理解汉代儒学和方术的河流是一场双向奔赴。儒学向方术学技术，方术向儒学要旗帜，你情我愿之下，竟然是个双赢的结果。我们更可以理解汉武帝一方面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一方面痴迷于求仙炼药，这两者其实是同一回事，至少在汉武帝本人的理解当中是同一回事。于是汉武帝亲自祭祀灶神，以丹砂炼金，又派方士入海寻找蓬莱仙山和安七生的踪迹。但很快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，李少君无论真实年纪到底有多大，毕竟呢已经是个老人了，汉武帝却正值青春，那么只要随着时间的自然流逝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李少君肯定会死在汉武帝前面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汉武帝难道还能执迷不悟下去吗？李少君真的死了，是病死的。这样一个冰冷冷的事实摆在武帝面前，武帝却坚信李少君没死，只是化去。所谓化去，简单理解就是羽化飞升，从人间呢升到了仙界。化可以分为好几种，既有肉身凭空消失的，也有肉身留在人间，看上去就是一具尸体，但魂魄飞升。李少君究竟是哪一种情况？传说各式各样。单说李少君一死，所有的谎言都应该随之破灭，但竟然并没有。汉武帝的信念怎么反而更加深了？这其实是人类心理的常态，古今中外呢从来都不罕见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比板上钉钉还要板上钉钉，但信徒们义无反顾地相信了他的复活。历史上无数的宗教领袖准确预言了救世主降临世间的日期，预言一次次的落空，信徒们却并没有风流云散，而是坚信自己哪里做了不对，这才招致了救世主降临的延迟。汉武帝未能免俗，而皇帝既然有了这个态度，燕齐之地的方士们也就蜂拥而至，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间用话术、魔术和骗术博取功名富贵，不断撩拨汉武帝旺盛的想象和火热的欲望。交代几句后话，祭祀灶神呢虽然古已有之，但不算什么重要祭祀。按照《礼记》祭法的说法，祭灶属于七祀之一，七祀就是七种祭祀合成一套。东汉大儒郑玄解释说，七祀的祭祀对象都不是天上的大神，而是生活在人间的小神。那这些小神呢，近距离观察人的所作所为，发现有谁犯了小错误，就去批评告诫一下。七祀当中排名第一的司命神主管督察三命。郑玄所谓三命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今天呢已经搞不清了，但基本可以判断的是，人的寿命是长是短，这个要归司命神管。至于七祀排名最后的灶神，管的只是饮食方面的事情。至于灶神是不是天子的祭祀对象，文献语义不明，后人呢已经搞不清了。但至少从秦汉以来，正是从李少君开始，
祭祀灶神上升到了国家小典的高度，日子定在每年立夏。魏晋年间流传出一个离奇的故事，说汉宣帝时代有一个名字叫殷子方的大好人，特别的喜欢祭祀灶神。当他在腊日早晨做饭的时候，灶神现身和他相见，殷子方很激动，看看身边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，就把家里的黄狗杀了来祭祀灶神。从此以后，大家就子子孙孙尽享荣华富贵了，腊日祭祀灶神的传统也就被继承下来了。大约就是因为这个传说，祭祀灶神的日子逐渐从立夏改到了冬天的腊日，也就是农历腊月初八。到了唐宋之际，七祀当中的司命和灶神合二为一，灶神掌管的范围就宽了，一家人的寿命功过都归他管。南宋范成达写过一首祭灶词，准确记录了当时的风俗。古传腊月24，灶君朝天预言事，晕车风马小榴莲，家有杯盘风点四，猪头烂热双鱼鲜，豆沙干松粉哪团，那儿着线女儿婢，泪酒烧钱灶君喜。这首诗里的内容今天看来呢，已经很有熟悉感了。祭祀的时间终于确定在了我们熟悉的腊月24，也就是南方的小年。这位灶君俗称灶王爷，要上天汇报工作家家户户都在给他上供，那猪头烧得烂烂的，还有2条鱼配成双，各类面点，男人敬酒，女人躲开，还要给灶君烧纸钱，把灶君哄的是高高兴兴的。至于炼金术，已经看不到任何踪影了。假如不是李少君的装神弄鬼和汉武帝的鬼迷心窍，这样一种可爱的风俗也许就不会发展出来呢。辞灶的来龙去脉就说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讲再见。